全世界的發達經濟體都在爭相建高樓，爭個天下第一，唯獨歐洲例外。誒，他不是什麼都跟着美國的嗎？為何這個就不跟了呢？摩天大樓的數量雖然不能完全代表着一個城市的經濟實力，但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座城市的經濟活躍程度。而全球最具有競爭力的城市，大多都是摩天大樓林立，一棟蓋得比一棟高，特別是在北美和東亞地區。不過歐洲卻很另類，高樓數量很少，且摩天大樓的高度也不高。但這並不意味着歐洲的城市經濟實力不夠強盛、不夠國際化或現代化。相反，倫敦、巴黎、柏林等城市是全球最富裕、最有影響力的城市之一。截至2021年10月，世界上共有13座城市擁有100座以上的摩天大樓，也就是超過150米的高樓。其中以香港為首，有514座，隔壁的深圳則有332座，而紐約，美國紐約也有296座，迪拜有232座，和上海175座，東京164座等。香港居首，這是當然的，因為香港的土地很貴，所以被迫要建高。而馬來西亞吉隆坡則是領先新加坡1名，以101座排名全球第12，而新加坡則以95座排名全球第13名。而在前30名裡，完全看不到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身影，包括俄羅斯。那為何會這樣呢？歐洲可是第一個進入工業時代的大陸啊！歐洲發展起來的時候，美洲的印第安人還在打獵呢。迄今為止，整個歐洲也只有218座摩天大樓，其中66% 分布於倫敦、巴黎、法蘭克福、莫斯科、伊斯坦布爾。而法國對摩天大樓的定義是超過60米就算了，而美國定義摩天大樓是超過152米才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那種落差。由此可見，歐洲人不盲目地追高，也不喜歡虛榮。隨着北美地區的影響力逐漸增強，歐美之間就出現了文化上的較量。美國人認為歐洲的階級制度已經過時了，而歐洲人認為美國的理想輕視着歐洲的傳統和生活方式。所以，歐美雙方在接受對方的觀念時都很謹慎。北美致力於成為新世紀的模範，而歐洲則力求保護其文化遺產。歐洲社會是一個相對保守的世界，對本國的傳統有着強烈的自豪感，而且認為每一座城市都要有自己的性格，所以即使新設計的建築也要符合傳統建築美學，要維持城市風格的統一。因此，你可以看到不少模仿中世紀或文藝復興時期類似的古建築的誕生。講白一點，就是歐洲人不希望為了建高樓而破壞了歷史建築，因為這是他們的文化遺產，也是精神支持。有很多中世紀的建築物至今依然保全完好，而美國就不一樣了。在美國這片土地上，沒有所謂的歷史建築，白人在美國建國也不過200多年的歷史，在他們之前是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文明，這對他們來說不是白人的文化或歷史，那他們自然就不會去努力去維護印第安人的文明和建築等。如果真的需要的話，何必當年對印第安人大量屠殺呢？所以，美國可以肆無忌憚地隨地建起摩天大樓，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些摩天大樓才是未來的歷史建築，而不是那些印第安文明或古蹟。這跟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是一樣的。為什麼吉隆坡可以一直新建摩天大樓，而忽略了有可能破壞到歷史建築的風險呢？因為吉隆坡過去的歷史對領導階層來說不太光彩。這個首都其實不是他們土著開發的，而是一名華人名叫葉亞來所開發的。所以官方一直以來都有在試圖淡化這位偉大華人的功績，甚至已經逐漸從教科書裡刪除。葉亞來曾經被封為假逼丹，1883年也被清政府列收中憲大夫，葉茂蘭氏正3代。在1980年，馬來西亞的文化、青年和體育部長拿督阿都沙莫撰文就否定了葉亞來是吉隆坡的開埠功臣，並聲稱開闢吉隆坡的是與葉亞來同時代的馬來貴族拉惹阿都拉，所以對他們來說是沒有什麼好保留的。把吉隆坡重新建設成為國際大都市後，歷史就會重新定義，他們就會成為新一代的吉隆坡開拓者。
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一個專注於提供國際知識的頻道。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現在是時候訂閱了，我會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們也談到了為什麼馬來西亞需要建東盟最高、世界第2的高樓呢？到底背後有什麼盤算呢？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請按上面的鏈接去看唄，或等下來到頻道找也行。事實上，早在2戰結束以後，歐洲在重建的過程中就有過猶豫。當時美國以摩天大樓都市群呈現其現代化的實力，這種城市建設也隨着美國的影響力風靡全球，所以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既然戰爭已經破壞了原文化的歷史名城，那就不如像美國一樣蓋大樓。但最終歐洲人民還是選擇了重建，宣復了自己的文化歷史，而不是把千瘡百孔的城市推平，而重新建造一座新城。這種對國家文化歷史的重視傳承至今天，已成為歐洲每一個國民內心的一種信仰。所以上至國家層面，以這種古老的文化歷史建築作為自己的天際線，不允許任何一座大樓擋住他們的視線；下至普通國民每天推開窗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巴黎聖母院。所以在德國只有16座超過150米的高層建築，其中15座集中在法蘭克福，而慕尼黑等一些老城市已經禁止超過100米以上的高樓出現。當然，保護歷史建築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還有其他原因，其中包括地質問題，是否適合建超高的建築，還有我上一期談到的關於吉隆坡的世界第2高樓即將竣工，其中就涉及了人口、政治，還有城市中心區的地價等因素，都會影響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需不需要建高樓。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可以來到頻道找等下。摩天大樓形成的天際線看似十分現代化繁榮，但實際上也有造成不少的負面影響，比如樓層太高容易阻擋住陽光，大樓數量太過密集影響通風也會過於壓抑，還十分容易形成熱島效應，給市民生活造成很大的不適。這對於一向喜歡陽光自由的歐洲人來說是一個不能接受的事情。好，我今天分享到這，喜歡的話歡迎訂閱、按讚還有分享，還有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喲，我會每周更新。如果你有任何意見的話，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們一起交流吧。如果你想看世界第2高樓長什麼樣，馬來西亞又為何要建這個塔呢？歡迎來到我頻道看上一期的作品。好，我是尼克斯，我們下期見，記得訂閱哦，拜拜。